有緣人，若您刷到這條影片時，請勿錯過，此乃天意之賜，您的財運將如約而至，意外之喜接踵而至，請滿懷信心，親自迎接這份富貴。訂閱點讚，給這份福澤一個回應，讓財富與健康更加穩固長久。有福之人在留言區評論一句接財接好運，為家人和孩子接下這份好運，願你闔家歡樂，事業順利，疾病與霉運永遠遠離你們的生活。今天要分享的內容是赤馬未到，運先動。屬雞人2026元旦這3步走對了，明年少走10年彎路。赤馬未到，運先動，這句話放在屬雞人身上，在2026年尤其貼切。很多人以為運勢要等到立春，等到真正進入丙午馬年才會啟動，但對屬雞人來說，真正的分水嶺其實是在2026年的元旦前後。這一點如果你看不懂，很可能会在明年走很多彎路。但如果你提前踩準節奏，明年很多原本要吃的苦、繞的圈子是可以直接避開的。為什麼說屬雞人的運在馬未到之前就已經開始動了？這要從五行和流年的底層邏輯說起。屬雞，地支為酉，五行屬金，而2026年是丙午年，天干丙火，地支午火，火勢極旺，火克金，這是最直觀的關係。很多屬雞人一聽到火克金就緊張，覺得這是被壓制、被消耗，其實只說對了一半。真正的問題不在於克，而在於節奏。如果火來得太猛，而金本身沒有提前成型，沒有提前打磨，那就容易被融化、被沖散。但如果金在火來之前已經成氣，那這把火反而能讓你成型、定價、出圈。這就是為什麼要把時間點卡在2026年的元旦，因為元旦對應的是流年氣場切換的前哨戰。舊運未完全散，新運已經開始滲透。對屬雞人來說，這段時間不是用來衝刺的，而是用來定方向、定結構、定節奏的。如果這3步走對了，等真正進入丙午馬年，你不是被火追着跑，而是順着火勢被推着走。先說整體運勢，屬雞人在過去1到2年，普遍有一個共同感受，累。但又說不清累在哪裡，忙，但回頭一看，好像沒留下什麼真正穩定的成果。這不是你不努力，而是運勢處在一個反覆校準期。很多事情你做了，但環境沒跟上；你付出了，但回報延遲；你看到了機會，但總是差一步。到了2026年，這種狀態會被打破，但方式不一定溫和。丙午火的特點就是快、猛、明牌，什麼東西能行，什麼東西不行，會被迅速放大。問題來了，如果你什麼都沒準備，那這種放大就可能變成壓力；但如果你提前把方向對齊，那它就會變成加速器。所以元旦這一步，第一件事不是做更多，而是做減法。屬雞人一定要在元旦前後，把自己正在消耗能量卻看不到長期回報的事情清理掉，包括一些看似穩定，實則內耗的人際關係，一些反覆投入卻始終無法突破的項目，還有一些只是為了面子、情緒、習慣而繼續堅持的路徑。這一點和財運是高度相關的。2026年屬雞人的財運關鍵詞不是暴富，而是重構。正財方面，收入結構會發生變化。有的人是崗位調整，有的人是業務方向改變，有的人是副業開始超過主業。但前提是，你必須在元旦之前看清，錢到底是靠什麼方式流進你賬戶的，哪些是可持續的，哪些只是短期運氣。一旦進入丙午年，火旺之下，試錯成本會明顯變高，踩錯一次，修復週期會拉長，偏財方面更要謹慎。火克金的年份，最怕的就是被情緒帶着做財務決策。很多屬雞人容易在別人都在賺，再不上車就晚了的氛圍裡失去判斷力，
2026年不是完全沒有偏財機會，但它更適合已經有穩定現金流、有風險承受能力的人，而不是靠一把賭翻身。元旦這一步走對，就是提前給自己設好財務邊界，知道什麼錢能碰，什麼錢不能碰。再說事業和個人發展，丙午馬年對屬雞人來說，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主題，叫被看見。火的能量本質就是曝光、傳播、舞台、影響力。這一年，你很難再躲在幕後默默做事而不被評價。不管你願不願意，你都會被推到一個需要表態、需要選擇、需要承擔結果的位置。這聽起來很有壓力，但換個角度想，這也是很多人等了10年的機會。關鍵還是元旦那一步，屬雞人要在這個時間點明確自己在未來1年想被看見的方式，是專業能力，是管理能力，是個人 IP， 還是資源整合。一旦你沒有提前想清楚，等機會砸到你頭上，你反而容易慌，容易錯判。相反，那些在元旦前就已經開始調整定位、調整表達方式、調整對外形象的屬雞人，會明顯感覺到2026年別人更容易記住你，信任你，願意把機會交給你。人際和貴人運在這一年也非常關鍵。火年貴人往往來得快，走得也快，很多不是陪你走10年的人，而是幫你跨過一個關鍵節點的人。元旦前後，你要特別留意那些和你有現實交集的人，比如在資源、信息、平台、決策層面能產生實際鏈接的人，不要把精力繼續放在只聊情緒、不落地的關係上。屬雞人在2026年交友標準一定要現實一點，不是冷漠，而是清醒。健康方面同樣不能忽視。火旺之年對屬雞人最明顯的影響是心火、焦慮、睡眠質量下降。很多問題不是病，而是長期緊繃造成的消耗。元旦這一步如果走錯，全年都在透支。但如果你提前調整作息，降低無效壓力，反而能在高強度的1年裡保持穩定輸出。身體穩，判斷才穩，運勢才能真正接得住。說到底，赤馬未到，運先動不是一句嚇人的話，而是一個提醒。真正拉開人與人差距的，從來不是運勢本身，而是你有沒有在運勢啟動前提前做好準備。屬雞人在2026年的元旦有3件事必須走對。第一，看清方向，停止內耗。第二，穩住財務，不被情緒牽着走。第三，重塑定位，提前站好位置。這3步看似普通，卻決定了你是在明年被運勢推着走，還是被變化追着跑。如果這3步你都走對了，2026年對屬雞人來說，不是動盪年，而是躍遷年。很多原本需要10年慢慢熬的積累，會被壓縮到3年甚至更短的周期裡完成。反之，如果你還抱着舊模式，就認之不放，那火年帶來的就只會是焦慮和疲憊。如果您覺得本期視頻對您有幫助，別忘了評論、點讚、分享加訂閱頻道。在接下來的視頻將繼續揭示幾千年生肖文化密碼背後所孕育的哪些命運和神秘信息。願您在未來的發展道路上，每一步都穩健而有力，確保前行的每一步都堅實可靠。